票证经济比我们想象的到来的要快。几个小时以前，我们看到这个福建莆田开始出台了一个猪肉的凭票供应计划。其实他现在做的呢，还是一个比较粗陋的一个规划。从下个月开始，是吧？9月6号开始，他要凭身份证，每人限购2公斤猪肉了。据说是政府每公斤要补贴4块钱，让整个这个猪肉价格呢要低于市场价，来保障一定的供应。凭票供应的制度呢，在我们眼中出现应该有70年来基本上前30年就没断过。它从供给制一直到这个涉及到老百姓生活必需品，包括后期的一些工业品，我们以前听说的什么3转1响之类的，像手表、自行车要凭票供应，要工业券，这个很多人已经不知道了。但最起码在我们这个年龄，使用过粮票的应该还有很多，这个记忆比较深刻。那么每逢过年过节发点这个买鱼、买蛋、买肉的这些票，或者说增加的这些票券，我觉得大家印象中应该还是有的。那么年龄小的一些人基本上没听说过这些事儿。所以去年这个人民日报开始说，物质充裕的时代已经结束了，大家以为就是个提醒，但共军说的每一句话都是有规划的。他们已经知道，他们在国际社会中不受待见，那么物资的采购将越来越难，因为他手上能够拿到的外汇越来越少。他在国际市场上采购的这些物资少了以后，为了保障国内的供应，他必然要重新回到票证经济时代。我们以前一直在说票证经济，你可以把它称之为暂时经济，因为它是供给制、配给制度的一种。在战争年代，很多国家都采取过，德国、英国都采取过，而且有很多东西甚至还是人造的，是吧？我们讲的现在用的人造黄油、起酥油都是这样来的。因为战争打乱了人们对生产的投入，那资源过多的向军事领域倾斜，那么民用的这些东西呢，它供给不够，自然要凭票供应。我们现在遇到的也是这么一个情况。前段时间大家一直在说猪肉涨价了，猪肉这个比较安全的猪肉越来越少了，那么价格昂贵了。我们在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，总觉得这个消息是比较矛盾的。有一些地方说没有涨价，或者说涨价的幅度不高，但是从全国的范围内来看，你无论从日常的这个早点小吃，还是到其他的生活方方面面的一些生活必需品，其实涨价始终存在，而且官方公布的就已经达到了9.2%。我们看到有很多高价的猪肉这在各大网站销售平台，其实它的来源呢，都是原来供应给外交官的这些所谓的特供的猪肉，因为它相对来说是封闭养殖，那么本身养殖的成本就高你就是正常这个菜市场猪肉卖10块钱1斤的时候，人家也是卖40-50块1斤的。我们看到有很多类似的报道，是吧？前几年有一些专门的报道，这些供应给驻中国的各个外国外交代表团体，
是吧？这些使领馆的，这些猪它是要听音乐的，它有专门跑步的这种步道，它有很多完善的养殖的方案，来保证这些猪肉它的品质比较高。我们知道猪瘟开始以后，在全国范围内，这些猪呢逐渐就扩大了生产，因为它们相对是封闭的，不太容易得到猪瘟的这种传播感染，所以它们一直有品质上的安全。那么有了这个保障以后呢，更多的人需要去购买它，它的价格自然就抬高了起来。现在我们看到市场上价格还比较低的这些猪肉，目前还是由这些普通的养殖场来供应的，现在能够供应的越来越少，安全性其实已经没有了，而且可怕到有很多地方，这些养殖场即便是按照上级领导的要求，按照各级政府的通告，发现猪瘟以后，要全体采取灭杀的这种措施，但是短期内你是看不到效果的，甚至地方政府已经没有钱再来给你发放补贴了。你就是把猪都杀了，他也没办法给你补贴，因为他也没钱。这个问题就很搞笑了。那么我们知道，从猪瘟发生到现在，是吧，已经100多年了。那么每一个沦陷的国家，它要完全解决这个根除猪瘟滋生的这种土壤，差不多要30-40年以后，而且它有一些硬性的规定，你譬如在疫区5年之内不允许养猪，那么要把这些病毒彻底的清除掉，这是很难的一个事情。像中国这样的国家，本身的管理就不是很规范，在养殖业内，政府的投入监管以及养殖户自身的这种防范意识都算是比较差的，所以在中国，不说加上个0吧，你最起码给它翻2番，100年之内，想吃到安全的猪肉，其实是一个奢望。那么福建现在凭票供应的这些猪肉，到底品质会怎么样呢？大家还不知道。我们只知道一点，凭票供应这个现象又开始出现了。现在仅仅是猪肉，那么接着呢？接着可能会有更多的东西。当人们已经习惯凭票去购买东西的时候，其实我们就又回到物资匮乏、凭票供应的年代了。那么到了这个年代呢，也不要有太多的惊讶，因为这是必然的事情。现在你看到的是猪肉凭票，或者说凭身份证有限制的购买，今后可能会更多。我们一直在说，这次的凭票供应，它最起码杜绝了原先的这种纸质票证，是吧，造假的这么一个程序。这个行业肯定是被杜绝了，因为今后越来越多的人，他要使用的是电子凭证。其实身份证也是一样，身份证我们都知道它里面有一个芯片，在宾馆甚至小旅馆住过的人应该都知道，你登记的时候它专门有一个非接触式的这种装置，你身份证往上一放，它通过这个芯片马上就可以把你的资料全部录入下来。有很多地方是即时传达给当地的公安机关的。那么今后这一类的行为可能会越来越多。我们现在已经无法再保障自己的个人隐私了。我们经常看到一些刷脸的这些新闻，甚至买瓶矿泉水都可以刷脸了，专门有这些设备。大数据呢，在中国已经司空见惯了。那很多人觉得中国在这个领域内最先进。是啊，因为原先有一些国家也玩这个东西，你譬如像日本，
福岛地震以后，大家发现这条路走不通，是吧？一旦出现了自然灾害，那么首先它会断电，那没有电，你想刷什么它也连不了网，所以又回到了现金时代。那我在美国开的更多的可能是支票，为什么呢？很多这些电子凭证、电子票据，人家发明了以后，并没有非常迅速的投入到使用中去。一个是保障个人隐私，第二个呢，整个网络它不都是那么安全的。我们现在在中国，很多人在使用电子凭证、电子支付的过程中，基本上不考虑这个问题，因为人们根深蒂固的有这么一个观念，老大哥始终在看着我们，你就是想藏着掖着也没多大用处，所以我们自然的就忽略了这一类的问题。今后你开始凭票了，是吧？你开始凭身份证去购买这些东西了，越来越多的资源需要我们提供自己的在当地居住的这些凭证，来进入它的采购这种模式。那么人们的隐私将变得越来越少，大家的信息对政府变成了单向透明，因为你没有办法再保卫你自己的隐私，你要靠这个东西活的，你必须得公开，否则的话，你流动到其他地方，凭你的身份证，你能买到这些生活必需品吗？是啊，有些人说我可以不吃肉，我是素食者。不是你想吃不想吃的问题，现在的问题是你想吃，你也得按他的计划来购买。他现在一个人能给你凭身份证限购2公斤，今后其他东西可能也会这样做。我们现在正在熟悉一个久违了的时代，是吧？40年前大家都已经习惯了，买什么东西都要凭票，大家互相还会去进行周转，是吧？有一个词叫来汇，每个月发工资的时候，大家抽个5块钱、10块钱，集中力量给一个人去办件大事儿。在传钱的同时，也有很多人是传票的，是吧？你要买一个自行车，你要买一个什么东西，你一个人的工业券不够，你得传几个人的。然后我们看到有很多同事之间，这个月你去采购一样东西，我们大家把票给你。下个月呢？下个月轮到第2个人了，一个一个排下来，每个人都能实现自己生活中梦寐以求的这些，相对比较紧俏的凭票供应的这些物资。在那个时代，人们都还很单纯，可能有很多人觉得这一切都很亲切，但这一切背后显示出来的这种残酷，而且这种计划供应的残酷，它会持续多长时间？它是不是会越来越厉害？其实我知道有很多人心里会打鼓的，因为今天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，至少有2个哥们儿是在第一时间给我发来了照片和链接。不是每个人都没有计划到有这么一天的，只是我们真的很遗憾，它来的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早。在未来的计划供应的年代里，人们的隐私减少了，人们的生活将变得越来越不自由。凭票供应不仅说明了物资供应的短缺，也证明了一点：面对国际社会与中国之间的关系，确实已经进入了一个变化能让我们看到的时代。这不仅仅是坐而论道的问题了，它已经在影响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。
希望大家都能在今后的日子里，尽可能小心翼翼地活着。当你没有能力改变这一切的时候，当整个社会还没有形成摧枯拉朽的变化的时候，大家的日子可能过得都会谨小慎微，因为这已经不是你抗疫能够解决问题的了。整个中国已经陷入了物资匮乏的年代。祝大家好运，再见。